好，各位好，我们又到了周末，我们来解LeetCode 里面的题目哈。今天问题是第1220题，所谓计算那个母音的一个排列啊。那它这边呢，当然有一些规则，原则上解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可以透过递回的方式啊，当然递回的方式当然。你必须要加上一个记忆体啊，让它变成那个动态规划的方式。那好，那我们就先看看它相关的一些的规则的部分。好，我们来看它的相关题目的一个说明啊。那这边的话，它会给一个参数，就是它是整数啊 n。那请你去计算呢。这个长度为 n， 它可能的字串的个数，那它的组成是由小写的这些字母所组成啊，基本上 a e i o u 啊，这些都是所谓的母音的字母啊。那所以它是一个排列问题哈。那它有一些规则，我们稍微看好。A 的后面呢是只能跟随着字母 E 啊，字母 E 的后面呢只能跟随着字母 A 跟 I 的字母后面呢不能跟随另外一个 I 啊，其他的都可以。那我们再看这个条件。O 的话，后面只能跟随着 I 跟 U， 那最后一个 U 这个母音，它后面只能跟随着 A。那因为它这个排列问题呢，它的结果会蛮大的哦，所以请你磨掉10的9次方加7。那我们当然像这一类的问题，我们的一个比较简单习惯，我们可以用浮点的科学记号的方式去表达以这样的方式，当然是比较快速的一个方式。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相关的一个例子。好，这边的例子的话，当然就是第一个先考虑是，当你这个长度是1的时候啊，长度是1的时候，那当然就是A E I O U 嘛，是不是这个答案当然很清楚啊，一定是5嘛，啊，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好，当你长度是2的时候呢，这里面你就要考虑它的一个规则啊，那 A 的后面只有1，好，所以这边是1种，好，1的后面可以有 A 跟 I。所以1开头的会有2种。那 I 的后面可以跟随的 A E O U， 所以这边有4种。那 O 的后面呢，它可以被跟随着 I 跟 U， 所以这边有2种。好 ，U 的后面只能A， 所以呢，原则上这个1加2加4加2加1当然就等于10。说从这个例子上，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解题的一个方式。当然我们说这个问题怎么解？这个问题的解法，当然一个解法就是你要透过它的一些规则，你去定出所谓的递回关系，递回关系。但是原则上，它的递回关系其实大概你要把它写成程式，大概其实就是这样子去做一个，几乎就是一个翻译而已所以它虽然号称是难题，实际上它并不是真的那么难所以这一题其实应该你想通了，应该一下就解出来了。好，
那么所以我们这边紧接着我们就要看了我们的 code 啊，其中一版的 code 是怎么写的。我们这个是用我们其中一版的 code 呢是用 C 语言哈，C 语言呢很单纯，它基本上就是一些蛮简单的一些指令，它也没有一些复杂的一些模组啊。你要是说你用一些其他模组，然后当然你要自己去造车轮。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先用C 语来呈现。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去建立5个整数的阵列啊。所以我们因为它的数字可能很大，所以我们采用的是 long long 的话，基本上它是64位元的int。那我们这边照理讲，应该是每个应该是要配置 n 个，但是呢，因为基本上它的关系就是你这一次的有几个 a， 你这一次的 a 计算你的母音的量，其实就跟上一次做个比较啊。所以原则上我们其实说针对每个字母，我们其实就2个变数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这边方便起见，我们这里就用5个一维的阵列，而且它的长度就是2，长度就是2。那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这里就已经 A E I O U 了所以我们的回圈的控制变数，我们就用另外一个字母我们用 J 因为它是子音的。我们从1一直到 n 减1。那其实原则上，在这个 index 里面，我们其实就是做一个modulo 2的一个计算那这边我们就直接是用 and 计算，跟1做 and， 其实它的一个结果跟你 modulo 2的一个结果是相同的所以它因为 a 的后面呢，它只能跟随着1那我们这边回圈呢是由1到 n 减1啦，照理讲应该是从 n 减1倒回来啦，但是我们把它顺着写那你顺着写这边你就要用减的所以用它的前一个，然后跟1做 and 的计算，然后1的它这一次的个数呢，因为它可以跟随的有 a 跟 i， 所以你就把这2个加起来记得你要抹掉这个很大的数字。i 的话，它的情况就是其他4个字母都可以，所以 a 没有 i o u 都把它加起来，然后抹掉那个数字。o 的话呢，就是 i 跟 u。前一次的 i 跟 u 呢就前一次的 a 所以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计算回圈这样迭代了 n 减1次呢，实际上答案就出来了所以我们最后的答案应该是索引里面索引应该是 n 减1但因为我们这边是采用比较节省空间的方式，所以你再做一个跟1的 and 因为它就是5个，我们所以这里也就不用回圈了，直接就把它加起来那这个code其实它跑得很快，这个我们 submit 的话，这个大概只有4毫秒就结束了。好，那我们就看看在 LeetCode 上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这边稍微把这里先放大一点主要是在这个 code 的部分所以这 code 的部分跟我们刚刚所展示是一样。那我们这里多加了一个 case， 然后第3个 case 我们把它加到是2万嘛它的n 的上限是2万，我们就用2万去跑，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这个过了应该就过了，然后我们让它执行一遍。好，基本上答案都正确答案都正确。好，
好，我们 submit 的那个时候是4毫秒啦，4毫秒啊，那这个跑的时候也是3毫秒啊，它毕竟时间上它当然有时候啊，它也不一定。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比较旧一点的版本比较旧一点的版本，我们这边是 C++ 的方式去撰写。那我们最开始版本是用递回的，那从这也可以看到，它这个是一个很标准的动态规划的一个写法。那我们是真的是每一个变数我们去设DP 这样去计算。那比较麻烦就是说，这个当然会比较慢了一方面是递回的原因，另外一方面是它我们采用 switch case 里面它是有一些条件叙述的所以它这个是其实会比较慢一点基本上这个也是 OK 的，我们要执行一次。run 一下。好，这个也是正确。好，那我们看一下，那 C++ 版本的，我们的这边都是采用 DP 都是用2维的。好，那当然递回的，因为我们那样的写法，它你要就会有一些那个条件叙述所以我们这里你用回圈的方式呢，它就变简化就完全是不需要考虑条件叙述。那这边我们是用2维的阵列。那如果说你直接把它改成5个1维阵列，它当然它执行速度它当然就会更快了基本上呢，这个其实就进化了。好，那我们再执行一下。好，那原则上我们相关的这个 code 的说明呢，我们就先到这里。好。